蛇、食人鱼，下来洗吧，只要你不怕我。换成是别人，我确实会担心。但经过一路的艰难，我对你是100%的信任。看来你这顶好人的高帽子我是戴定了。你这样说，我想对你做点什么，我都不好意思做了，只能绅士的对你。James，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竟然会懂这么多呀？你可以暂时把我当成野外生存专家，等我找到新的工作，我再告诉你。我听你跟巴里说的话，你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，是来找红宝石的？莫非你的工作是跟珠宝有关的？我们能不聊工作吗？啊？我差不多了，您可以下来洗了。我呢，就先回避一下。你放心吧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会在周围的吧？我怕万一有……只要你不怕我，就等你洗完以后再下手，我会一直在这儿。你上来的时候自己小心一点，我是帮你紧急复位的，修复的没那么的好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你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很不一样。我能把这个当作是你夸我吗？你别想就这么2句话就把我打发了，不如讲点实际的，回去跟我约个会什么的。张司令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张司令，你不会吓跑了吧？你再不说话，我回头了。张司令。你怎么了，赵司令？你发烧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啊？对不起，拖累你了，又浪费了1天时间。说什么呢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病治好。但是我的药呢，都留在了车上。你不吃消炎药很难退烧的。这里周围温差又大，温度变化又快，这样很危险的。真的走不动了，而且这一条路已经够难走了，还要带着我这个累赘，我很怕连你都走不了。不如……你又想让我自己走是吗？你知道我不会答应。你去求援，找人来救我，不应该把力气都耗费在我身上。
那就这个样子。我把罐头留在帐篷，我从这儿走出去大概要1天的时间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2天就能找人来救你。不行，已经是最后一个罐头了。你需要体力，你留着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的。只不过呢，我需要一个 lucky kiss。好了，我是开玩笑的。故事也没说完，不知谁和我虚度着漫长的时光。你一定要安全回来，我等你。风吹过停留，吹走我的雨伞，都是因为你让我等了又等，在这里遇见你呀，带给我所有的偶然，全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灌溉。遇见你呀，给你我所有，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，只为了遇见你。James， 你一定要平安。 Jocelyn， 等着我。我恐怕没办法等你回来。漫长时光里，爱离我几公里，我一路找寻，只怕错过了你。只要手握紧，任凭辗转流离，时间最知道，我从未想放弃去爱你。遇见你呀，带给我所有的偶然，全都是冥冥中早就已注定的灌溉。遇见你呀，给你我所有，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，只为了遇见你。某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。人海里若无相欠，怎会相见？相爱的人不再伤心。遇见你呀，我终于相信，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，只为了遇见你。高姐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？我叫医生过来。不用了，
我没事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泰国的医院，这儿很安全。医生说你得了急性细菌感染，加上这2天的高度紧张和疲惫，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。当然，把我救出雨林的那个人，他在哪里啊？确实是听到有一个中国男子曾经向当地的村民求援，告知你的方位之后就昏迷被送往医院了。只是我至始至终是没有见到这个人，回头帮你问问。对了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公司已经订了回上海的机票，过2天就走。喂，是小杰吗？外公。哎呦，小杰呀，真是谢天谢地，你没事儿吧？你吓得外公啊，心脏病都要发作了。这2天呀，你妈妈也没有看到你的视频，觉都不睡了，赶紧回来吧，小杰，听话，赶紧回来。哦。放心吧，外公。至少，我知道你现在是安全的。James， 我还能见到你吗？詹司令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小杰，你别弄了，你刚回来应该好好休息的啊！做那么多菜太辛苦了，快点快点出来吃饭，别做了啊！表姐，吃饭。好啦，最后一道菜八宝饭，好好吃啊！我亲手炒的豆沙，也不会那么甜，多吃2口也不会胖啊。呀，你这是说我呢？没有，他说我呢，我血糖高。听话的说话。我是讨好表姨，外公，这一次让你们为我操心了。哎呀，其实我们家的人啊，工作起来啊都是不要命的。你看表姐那会儿，啊，还有我。工作起来不都是一样吗？其实啊，工作就是个工作而已。你替人打工的，干嘛那么卖命？关键是要懂得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嗯。人能平安回来就好。你说你干嘛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？外公可不想让你那么辛苦。外公，我一点都不辛苦。要你们这么爱我，我怎么会辛苦呢？来，多吃点。妈。先吃饭吧，待会儿再看。画的真好看，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这是你设计的啊？这是我刚接到的设计任务，要参加公司夏季新品的内部比稿。表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，乍一看呢，觉得挺抢眼的。但是如果仔细推敲一下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饰材跟这个设计结合的好像不是特别好。因为我觉得，你看啊，中国的传统的首饰，它基本上走的都是偏柔美的设计。
但是钻石是一个很硬朗的食材，所以我觉得结合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，是不是啊，舅舅？你说的有道理。我也觉得有这个问题。其实我看了很多设计，还是觉得吴小慈当年的蝶舞，把钻石和中国风结合的最完美。就是。月月，吃饭吧。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哎，就这个。哎，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我想给外公看一下啊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我就看一下下而已啊。你们都是坏人！月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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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小子，总算回来了。来，哎呀，我看看，还是一样帅。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别装傻，你知道我要什么的。拿给你。拿给你。东南亚阿斯特红宝石矿区代理合同。漂亮！从今以后，瑞华就有稳定的宝石料供应商了。这个是我们镶嵌组的反击战的第一步。来，哎，干什么？第二步呢？什么第二步？啊。怎么了？你还不会弄丢了吧？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这可是说服吴小四跟我们合作的重要。一个臭小子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得到这颗宝石，我差点没交代在那儿。干得漂亮！哎呀，你交代我的我都办完了，你呢？你怎么样？吴小慈是回来了，但是他现在在跟我打太极呢。看来你这三顾茅庐的刘备也不好当啊。诸葛亮哪儿那么好请啊？况且想请他出山的人不止我们一家。你后妈穆子云现在占据了公司80%的血肉，而且奶奶现在对她特别重视。如果我们不做出一些了不起的成绩，我想我这个接班人也不要当了。这个我懂，要不我也不会同意回来帮你。要不是穆子云，我妈也不会那么年轻就走了，我也不会受到冤枉，被送去国外读书。这口气无论如何我也咽不下去，所以我在帮你，也是在帮我自己。我现在决定改变策略，从他的女儿高慧入手。他已经答应要跟我们见面谈一谈，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。好了，走，我请客，给你接个风。改天吧，我要去趟东街老铺。妈妈睡了？睡了。真奇怪，本来好好的，怎么突然之间就不开心了呀？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。哎呀，以后啊，你不要在家里提吴小慈。为什么呀？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表姨，我妈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的。突然之间这么激动，是不是跟吴小慈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，你别瞎想了。啊，对了，那个舅舅，我下午还要去巡店呢。去吧，小杰这事儿又让你跟着着急了。你看，这都是一家人，客气什么呀？走了啊。哎，送送你表姨。别送了，你也早点休息一会儿啊。走了，小心啊。嗯。外公。
是有事瞒着我呀？瞒你？外公瞒过你什么事吗？别瞎想了。林姐啊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唉，你也看到了，一上午就成交了刚才那1单。这几年环境变化很大，别的店卖的东西都在赶时髦，而我们瑞华却还是那老3样：金戒指、金手链、金项链，有点跟不上趟。还是你妈在的那个时候啊，生意好。小帅哥，你想买什么呀？我要买一个礼物送给我妈妈。今天她过生日，我们说好过生日去儿童乐园骑木马的。哎，阿芝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妈妈给忙忘了。没关系，妈妈，我帮你记着呢。这是我的零花钱。你挑一个喜欢的，我买单。小傻瓜，妈妈不用你的钱去买礼物，这样好不好？你亲妈妈一口就当做是礼物，怎么样？乖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看看，妈妈就知道啊，小阿芝最喜欢旋转木马了，所以给你做了这个。你看这颗小星星呢，就代表妈妈；这个小马呢，就代表阿直。来，戴上试试。以后啊，妈妈要是忙的时候，就让小星星和小木马陪着你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真乖。当年我们店可是业内公认的销售楷模，还拿过市里颁发的示范店奖牌。现在业绩在公司都垫底了，穆总对我们的生意很不满意。上车！上车！林姐，于直，哎呀，于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看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？哎，你怎么不回家住啊？哦，原来这儿还有我的家呀，我以为是穆总的家呢。你看看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的家不就是你的家吗？我还天天啊让人打扫着你的房间呢，你随时都能回去住啊。那真是辛苦穆总了，还一直想着我。你这话说的，你看你出去这么长时间，连个电话都不回来，我还有你爸爸还有奶奶都可担心了。唉，现在你回来了，就不能在外面晃了啊！走，跟我回去，让奶奶见。算了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就不打扰穆总的时间了。您可是瑞华里面有名的工作狂。反正中秋肯定要回去吃饭。你到时候就会见到我，也许这次我会很长时间的留在家里，没准你还嫌我烦呢。于直啊，你说这话多见外呀！你是关华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的儿子。虽然我是你的后妈，但是我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看待呀。
我当然希望你多回家住住，这样最好了。有穆总这句话，我就能常住了。好了，不打扰您时间了，我先走。哎，于芷，于芷，我，哎呀。 你们上个月又没有完成业绩，如果这个月还完成不了的话，就准备关店吧。哇，这是在演好莱坞爱情片吗？果然得行万里路才能把生活过成素材库，精力太浪漫，简直浪费啊！你要写什么呀？记素材呀。你放心，找詹姆斯的事情呢就包在我身上。我上个月刚写了篇新闻，叫《遇到36个帅哥》，回去就写野外浪漫邂逅篇，把你和詹姆斯的事情通通写进去。你可别小瞧我呀，我现在这篇文可红啦，说不定詹姆斯也在看。这么一来，他不就能找到你了吗？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！当年就应该去念中文系，念什么珠宝设计啊？话说回来，豆姐，你是不是对人家詹姆斯心动了呀？要不然我回去就发动我的书粉小天使，帮你学学怎么样？附上这詹姆斯的肖像画。不用，千万不用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谈恋爱对我来说，到最后会变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高洁，你就是太悲观了。还是因为你妈妈生病的事吗？你不能老因为家庭的原因就不去憧憬爱情了呀。爱情在最初是纯粹的，但是如果要继续深入发展，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。所以，我这2天在想啊，也许是老天爷已经帮我做了最好的安排，和 James 结束在最恰当的时机。去东南亚参加特训了吧？爬那么猛。是你变慢了？不是我变慢了，是你的愤怒值变高了。我还不了解你，你的愤怒值跟武力值啊成正比的。我去了东街老铺，看见穆子云了。 难怪，其实我一直挺怵这个穆子云的，尤其是你10岁那年发生的事情，更让人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呢。竟然陷害一个孩子，扔了家里采购的红宝石，还连带着你家一起出售股权来还债，太恐怖了。我一定会让这件事情公之于众的。你下定决心了？他做过的所有事情，我都不会忘。 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记得我是你的奶奶啊？哎呀，你
你是我亲奶奶，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？你2年都没回来了，这次回来也不打个招呼。你记得我是你的奶奶，我都忘记你是我的孙子了。是我不好，好吗？你看我现在不就站在这儿吗？从头到脚好好看看吧。行了，你这次回来是为什么？于毅说你在陪他做生意，做什么生意呀？啊？这件事情呢，我们还在进行当中，所以我不能向你透露。等事成之后呢，我哥自然会告诉你的。你们兄弟俩都对我保密呀？行啊，你一个人在外面晃荡这么多年，也该收收心了。这次回来就不要走了，那个攀岩馆就不要做了，能有什么前途啊？奶奶，那只是我的爱好嘛。但我这次回来，我确实不准备走了，不走了。长大了。那行，你说你留下来做什么工作？想做什么？你告诉奶奶，奶奶呢托人帮你介绍介绍。如果我说我想进瑞华呢？你为什么要进瑞华？还能因为什么呀？我也是于家人，当然要尽一份力啦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简单？还什么都瞒不过奶奶啊！我进瑞华还有一重目的，就是木子云。你还在想这件事儿啊？那都过去很久很久了，你为什么不往前看呢？如果不是木子云的话，我妈就……反正这件事我不会忘记。瑞华是无数的人用辛苦的汗水换来的品牌，不是个人泄私愤的地方。你要是为了这个目的，你就别进瑞华了，起码在奶奶这儿就痛不过。中秋节回来吃饭吧。我走了。以上呢就是我的设计理念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非常好啊。自从我们凡思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呢，比较少关注青年的消费群体。Wendy 这一次选用妖精的概念，而且他用狐狸来诠释啊，我觉得特别的有创意，而且听起来就十分的有诱惑力。况且设计的也非常不错，二位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还不错，是。的确不错。是。好，下一位，小嘴。我这次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无根之花，雪花。纯净又复杂，美丽又冷冽，就像现代的都会女性，不依附，不取悦，自有一番天地。Jocelyn，你这么高冷的首饰，你觉得男人会买了送给女人吗？我们凡思可是一家大公司，婚恋珠宝才是我们的设计主流，我们不会去设计这么高冷的首饰来迎合非主流的小众市场的。周总，现在的都会女性的消费主义是非常……我们先不谈什么自主意识，也不说你设计上存在的一些问题。这一次公司内部比稿呢，我们是有具体要求的，而且我已经开会传达过了。你为什么不按照公司的要求来呢？还是你觉得自己的想法比公司的要求要好？我明明是根据公司要求来设计的，哪里不对了？小嘴，
这次的比稿虽然不限主料、不限配饰，但是要统一选用动物的主题。动物的主题。喏，听到了，动物的主题。你的设计总监都已经这么讲了，证明我传达信息传达得很到位。哦，没关系，先坐下。啊，坐下。有的设计师呢，想法是很好的，不过不是我们需要的。没关系，两位可以开始评分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设计师都把自己的作品全都拿出来了，相信各位都是很用心设计的。当然，有的设计师呢想别具一格、独出心裁地展示自己的作品，未免让人觉得有点急功近利。怎么样？啊，可以了。嗯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宣布一下，本年度匠心珠宝设计师大赛代表凡思参赛的设计师是 Wendy 何文文，恭喜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多亏你在比稿通知会上把周司令支开一小会儿，没让他听到最后的小要求。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呀？你说怎么谢就怎么谢啊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啊，你可别后悔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说周司令会不会举报我们俩呀？他做事一板一眼的。高洁天真，你也跟着他天真吗？举报要有证据的，没有证据的举报算什么举报？再说，公司是卖我运营总监的面子，还是卖他一个小设计师的面子？这就叫职场规则，懂吗？周迪，你太过分了！就是因为我对你一忍再忍，你才会这样欺压我。我再也不会沉默下去了。请进。谢谢你啊，肯这么帮我。不用客气，我看你这海报呀，这么有创意，我待会儿就让同事给你放出去。那就辛苦你了。不用客气，我先走了啊。好。海风书屋，你也知道海风书屋？老乡啊。我已经在国外住了20多年了，时间过得可真快，这一转眼，慈恋也成立10年了。那么这次呢，为了更好、更快地适应国内年轻人的市场，我们决定，慈恋这次的大中华发展计划由我的女儿高慧来担任。在国内的珠宝行业里，我还是个新人，过去在国外参奖的作品不一定适合国内的市场，所以这一次我会先参加匠心年度珠宝设计师大赛。真的很期待和国内的新锐设计师们切磋，不知道会遇上怎样强劲的对手。
大家好。你们的办公室里还有操作间，一般公司都会把操作间放在工厂里。看来你们的设备很齐全。那是必须的。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没问题。正好吴老师可以点评一下我们设计师的作品。来，这边请。继续工作。这边。各位，先把手里的工作暂停一下。这位想必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？吴小慈，吴老师。旁边这位呢是吴老师的女儿高慧小姐。今天来我们的凡思参观，机会难得，大家可以把自己手里的设计作品给吴老师展示一下，让吴老师多提提意见啊。行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设计师江小莎。你好，吴老师你好。挺不错。那边那位呢也是。凡思果然会挖掘设计师，这样有想法的设计师可不多见啊。妈，你看这个设计眼不眼熟啊？这位设计师该不会是妈妈的粉丝吧？周总，我知道现在珠宝行业互相借鉴的情况有很多，没想到你们凡思的设计师也喜欢借鉴我们慈恋的作品。慧慧，说话要注意用词，中国风的设计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不能一概而论。那应该叫致敬，对吧？焦司令，这个设计到底怎么回事？高小姐，我想是你误会了。确实，我很喜欢吴老师的蝶舞系列，但是我并没有借鉴和模仿吴老师作品的意思。你这么认为，可能是因为我的作品同样用了蝴蝶这个风格来做，但是我是用了碎钻镶嵌的结构，表现展翅一瞬间的动感。弧度、角度和表现形式和蝶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一件珠宝，一个设计，如果别人看到了会联想到其他更好的同类作品，那我觉得就是在模仿。你觉得呢？何况你这个蝴蝶尾部，这个结构处理的也太简单粗暴了。这么小的装饰，你用的碎钻居然用爪镶，入门的学徒都不会这么做的。你难道不知道直接打孔才能更好程度的展现火彩吗？这是因为爪镶除了能保持钻石的完整性，还有利于流水线量产，所以。葛姐，可不可以话不要这么多？专家给出的意见一定要虚心的接受，好好弥补自己的不足。这女孩也叫高洁，跟潘越的女儿同名，难道是巧合吗？吴老师，这边还有一个设计师叫何文，非常优秀。来，请。周总我想看一下你们公司设计师焦赛琳的资料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高洁的资料是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整理好之后给您送过去。那谢谢你啊。好，那我就不远送了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高小姐。高洁的资料。妈，我承认，凡思的硬件和软件都很不错，
但我认为不合适。凡斯的背后集团是做金融的，一点珠宝行业的经验都没有。我可不想以后对着一群只懂资本不懂情调的老狐狸解释我的设计。知道啦，我带你四处转转，是想让你看看其他的潜在的竞争对手。你看今天那个 Jocelyn， 我就觉得他设计的有点意思。你虽然一番话压倒了人家，但是也要看到人家的长处。无论我们将来选择哪家公司合作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拿到年度匠心设计师大赛的冠军，这才是你立足我们行业的基础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。走吧。我今天去不了了，奶奶临时让我陪她去工厂开会，我得马上赶过去。这么晚了，你开什么会啊？这都几点了？奶奶有多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新品上市前开通宵会都不在话下，我也不能示弱啊，否则让穆子云看笑话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去了呗？对，我得提醒你几点啊。高慧最受不了别人放她鸽子，你今晚务必要说服她，让她搭个线，约吴小慈出来。还有，高慧她心高气傲的，你千万不能跟她对着干，知道了吧？哎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要不要再给你10分钟？你找点靠谱的过来。今晚谁输了，请全场喝酒，怎么样？慧慧，我从美国追你到上海来，你对我就这么绝情吗？谁让你这么叫我？上次就已经说了，输了就别缠着不放了。今天带了这么多人了，还是输了。唉，你们男人真叫人看不起。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了。我为了男人的尊严，也要跟你打一局啊！你又是谁啊？能赢你的人。这么大口气？谁先开杆？女士优先。你可别后悔，我开杆从来没输过。我也不想赢得太快。要是我赢了，你可得请全场喝酒。今天人挺多的，不便宜哦。愿赌服输，这样很公平啊。只不过，为这样的美女掏钱，光喝酒怎么行啊？如果我赢了的话，让我请你吃饭。最后一球了，不过让美女买单，可不是君子所为啊。今晚全场的酒我来请，记我账上。好。所以，
我能请你吃饭了吗？你都请全场喝酒了，你卡里的钱还够请我吃饭吗？我的不够，还有于毅的呢。于毅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和于毅订了下周一的餐馆，还望你和吴小四老师赏脸。什么？我叫于直，于毅是我的堂哥，幸会。明晚8点，只为遇见你。我爱上一个女孩，看来我去东南亚，只为遇见你。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。现在高慧对你有意思，这是多么千载难逢的事情，在现在这个档口，对你我的事业来说至关重要。如果你爱上的这个女孩不是高慧的话，那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。你既然开了这个口，你就不打算放弃？你好，请问 Miss J 在哪儿？在那边3号桌。现在居然还有人用海报找人，这么老土的办法，很好笑吗？我在找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。遇见你啊，带给我所有的偶然，全都是冥冥中早已。